不管程家人如何劝说，苏腾都表示他没有能力阻止父母的行动。程家人颇为无奈，那想着苏腾的父母若是真的过来，那他们好好的招待便是啊。程母的手机响了起来，他摸出手机，没有看来电显示，就接听了电话。媒婆方呀。听到程母跟电话那边的人打招呼，程沁兄妹顿时竖起了耳朵，听着母亲和媒婆方通电话，给我们家程沁介绍男朋友，对方是从事什么工作的？哎，知道我家程沁的情况的吧？不会又像以前那几个那样，担心我程沁会家暴他们吧？媒婆方，我先说了，如果男方担心我家程沁会家暴的，你都不用牵线了。有这样想法的男孩子，我们程沁不嫁，我宁愿养着他一辈子，都不让他嫁那种有家暴倾向的。媒婆方在电话里笑着，这一次不会了，我也跟人家说清楚的了。程沁是个好姑娘，那性子爽朗洒脱，我喜欢的很呢，是我儿子还小，否则我肯定极力撮合我儿子和你们家程沁的。这次我给你们家程沁介绍的是我同事的儿子，我同事家里条件不错，跟你们家不分上下的。他儿子在大公司上班，平时工作太忙，一直没有时间恋爱，求到我这里，我就想到了你们家程沁。我同事说明天就给2个孩子约个时间见见面，你们家程沁方便吗？程母问道，你同事的儿子为人怎么样？哎，你了解人品的吗？咱们这么熟了，你可不能坑我闺女哦。虽说她觉得女儿24岁还没有恋爱过，有点着急，也不能随随便便找个男人嫁了的。我同事的儿子我只见过1、2次，看着挺不错的，真是人品怎么样？我还真不敢打包票。不过我同事很好相处的，婆婆好的，儿子不会差到哪里去，见见面。合眼缘，大家交往一段时间，彼此了解一下，不就知道人品好坏了？就算我说他很好，也是需要时间去了解的呀。你们也不会因为我说对方很好，你们就相信了的吧？总要相处过才知道怎么样。程母笑着，这个倒是，那行，哎，就明天见见面吧。在哪里见面？给个地址，我让我闺女明天过去。媒婆方说道，不远的，就在你们家武馆附近的那家奶茶点心店里。我现在将我同事儿子的相片发给你，你给你闺女看看，明天就去见见面，跟你闺女说说，明天尽量打扮的有女人味一点。程沁长得很好看的，只要她略一打扮，化个淡妆，穿条裙子，换上高跟鞋，让她走路斯文一点，就如同仙女下凡一样，相亲成功的几率能大大提高。程母爽快地应着，就她也觉得女儿的打扮过于中性化。结束了通话后，程母很快就收到了媒婆方发过来的相片。看到那个男人的相片时，程母有点失望了，因为对方胖了点儿。媒婆方又给闺女介绍男朋友了。程馆长抿了一口酒，又夹了1筷子菜吃，问着妻子。程沁淡定地吃着他的菜，趁母亲不注意，偷偷地倒了一点酒，赶紧一饮而尽。等母亲看过来时，他已经放下了酒杯，淡定地吃他的饭，看不出他刚刚偷喝过酒。苏腾看得好笑，却不敢往程沁的酒杯里满酒。未来丈母娘管得严，不让家里的老少爷们多喝酒，就算陪着他这个客人喝2杯，也不能多喝。他当然不能去除未来丈母娘的家规，就免得破坏了丈母娘对他的好印象。是他同事的儿子，让咱们闺女明天去见见面，在我们家武馆附近的那家装修的很不错的奶茶店里。程母说着，将手机递给丈夫看，轻声问着，你看那个男人长这副样子，要不要见呀？有点胖，一看就是缺少运动。程馆长拿过手机，程大哥凑过来看了一眼，就嫌弃的道，像头猪一样，哪里配得起我妹妹？妈，媒婆方怎么介绍这样的男人给我妹妹？叫她介绍个优质男过来。
至少要好看一点的，这么丑的，以后我外甥随了他的样子，岂不是丑死了？外甥四舅，以后外甥要像我这个舅舅才好看。程母说你倒是媒婆方手里的优质男呢，给你介绍了那么多的女孩子，怎么不见你喜欢一个？眼睛长在头顶上啊，也不知道你想找个什么样的，再挑下去年纪更大，老了就只能挑二婚的了。程大哥扭头就问着苏腾，苏腾，你比我还大上2岁，你爸妈会不会催婚？只要你回了家，就念叨，然后到处打电话给7大姑8大姨的，给你一天安排800次相亲的。苏腾笑道：有呀，我爸妈也是催婚催得要命，我年纪大了点儿，他们催婚也正常，我能理解他们的。程大哥顿时就找到了知音，和苏腾边吃边吐槽着催婚的父母，完全无视着父母瞪他的眼神，被儿子气得很了。程母在桌子底下踢了长子一脚，一个个都不省心，2个儿子都不恋爱结婚，唯一的女儿，媒婆给他介绍了多少男人，都是没有见面就取消了。没看到程沁没有什么反应吗？他对相亲压根儿就不抱希望的。程沁明天去奶茶店见一见这位先生，媒婆方同事的儿子。程母将手机递到女儿面前，就让女儿看看男方的样子。程沁瞟了一眼后说道：妈，要人家真来见面再说吧，说不定又会在临见面的前1个小时取消了呢。每次不都是这样啊？就云城的婚姻介绍所都不想做他的生意，那些没有挂靠公司的媒婆们倒是给他介绍过数次，每次都不成功。苏腾心里腹诽着，他这么一个大活人坐在这里，年轻俊美，事业有成，程家人都没有一个人将注意力转移到他身上的。让他和程沁恋爱，不就没有媒婆什么事了？程家人还真没有这样的想法。上次苏腾过来，他们误会了，以为苏腾是程沁的男友。程沁一番解释，知道苏腾是管程大集团的老总，程家人彻底没有心思了。苏腾在他们眼里就年纪又大，又是异地，家里太有钱，与他们程家差距太大呀。程沁对苏腾又是哥们一般的态度，所以苏腾在上次过来时就被程家人踢出女婿人选之列的了。那程母一噎，他拿回了手机，说道：明天看看吧，要是媒婆方没有打电话过来取消，你再过去吧，反正见面的地点离我们家武馆也不远。明天你上班时带上一长裙子，1双高跟鞋过去，只要对方不取消，就换上裙子和高跟鞋过去，那样才像个女孩子，不要天天穿的像个女保镖似的，那人家看到你都担心你随时一拳头挥过去。妈，现在什么天气了，让我穿裙子，想我受凉感冒吗？程沁瞟了一眼苏腾的酒杯，就很想帮他喝上2口。谁叫你穿夏天的裙子去，冬天的裙子也可以的。妈，我衣柜里没有裙子，我长大后就没有穿过裙子了。那程沁也不喜欢穿裙子，不方便他练舞。高跟鞋我也穿不来，穿着高跟鞋我走不了路，万一跟人干架，穿高跟鞋都发挥不好呢。苏腾接了句话，笑道：怎么发挥不好？穿着高跟鞋一脚踢出去，踢到人身上痛死人的。对方逃跑的话，还可以脱下高跟鞋扔过去，扔中了也够对方吃上一顿痛。他一落，程家人都看着他。苏腾不好意思的道：我是看电视上有这样的剧情，阿姨，我没有教程沁打架的意思。苏腾，我妹妹说你其实拳脚功夫很厉害的，你小子上次隐瞒了不说，还说要拜我爸为师傅呢，吃饱了饭，我们去武馆里比试比试，我看看你的拳脚功夫有多厉害。程大哥说道。苏腾谦虚的道：我就只会几招3脚猫功夫而已，说不上多厉害，我觉得我这都算不是功夫，所以我上次就不说，怕程叔叔当场考我，一招都过不了，会丢脸。
你就别谦虚了。我妹妹虽然不如我和她二哥，但在看人方面还是挺准的。她从你的出手反应就能看出来，你绝对是个厉害的练家子。我也参加过大大小小无数的比武大赛，输过，不过赢的几率更多一点，输给别人都是略输一点的。我总是不服气，32岁了，还没有遇到能真正把我打服的对手呢。咱们一会儿比试比试。上次听程庆说你是个厉害的练家子，我就手痒痒的了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吃完饭我们步行去武馆，当作是饭后散步，然后在武馆里比试比试。武馆地方大，才能大展拳脚，也能让我们馆里的学生们开开眼界，免得他们学了一招半式，就以武林高手自居了。苏腾看向程庆，程庆笑着，苏腾，我就是那样说了几句，我哥就惦记上了，要不等会儿就比试比试。其实他也想知道苏腾到底有多厉害的。从上次苏腾出手来看，苏腾是个厉害的练家子的，不过苏腾出手制服了坏人时太快了，他未能看到他的招式套路，就也无法摸透苏腾到底有多厉害。行，那吃完饭呢？我就和程大哥比试比试。苏腾爽快地答应了。至于媒婆方说给程庆介绍男友的事，苏腾也不担心，他都过来了，岂会让其他男人追求程庆？程大哥还嫌弃媒婆方介绍的男人太丑，又胖得像猪，绝对成不了的。程馆长没有阻止，程母骂了儿女2句，然后就是叮嘱儿子要礼让苏腾。苏腾是客，不能伤了苏腾云云。程家人除了程母，其他人都是练家子，好武，遇到同样会武的人，想着比试比试很正常。苏腾在想，等会儿去了程家武馆比试，他是大展身手，还是有所保留？想到程庆崇拜强者，苏腾决定使出真本事来，轻松打败程大哥，就能得到程庆的崇拜了。希望未来的大舅哥不要怪他。饭后，苏腾想帮忙收拾碗筷，程母连忙拦着他，说道：“小苏，不用你帮忙，你去和你叔叔喝茶，我和程庆收拾就行了。”苏腾笑着：“阿姨，没事的，我在家里吃完饭都是我收拾碗筷，我爸妈放下碗筷就起身离座，我干习惯了这些家务活啊，来了程家肯定要好好表现呀。”说着，苏腾就收拾碗筷。阿姨准备饭菜也忙了一傍晚，累了你去看看电视，我帮着程庆洗碗就行。程母拦不住他，却也没有让他一个人干活，干脆叫回来2个儿子，你们俩也帮忙，七手八脚的把碗筷洗了，就可以步行去武馆了。程庆的2个哥哥哦了一声，使唤了2个儿子帮忙，程母才走开。她走到丈夫的身边坐下来，程馆长已经重新沏了一壶茶呢。苏腾真是个好男人呀，吃完饭还帮忙收拾碗筷，帮忙洗碗筷，不像你这个大老粗，每次吃完了饭把碗筷一放，拍拍屁股就走人，好像洗碗这种家务活一定是我们女人干事的。苏家那么有钱，家里肯定请了佣人的，就他抢着干活是在表现。程馆长慢腾腾地端起了自己的茶杯，尖尖地喝了一口茶。表现什么？我看他上次过来也是抢着帮忙的，我留意过他干家务活的动作，熟练得很，肯定是在家里没少干，才能如此的熟练。你不要自己做不到，就质疑别人也做不到，说不定他家里并没有请佣人呢。程馆长说到，这个男人城府深着呢，你们呀都被他表面的优雅骗了。看吧，他肯定有目的。有什么目的？那咱们家有什么值得他图的呀？人家比你有钱多了呀，不怀疑你图人家的钱就算不错了，你倒怀疑起人家来了。程母说道，你无非是想说苏腾冲着咱们闺女来的，
我看他们俩的互动，哥们似的。哎，仇人呀，你说你怎么养闺女的？把闺女养成了跟男人来往，都是把人家当哥们啊。看看吧，闺女不是说苏腾的，父母过几天要过来吗？等他父母过来，看看他们好不好相处。程馆长说着又喝了一口茶，叹气的道就是老了点儿。程母附和着他的话，也是，比咱们老大还大了2岁，是老了点儿。10分钟后，苏腾与程沁并肩走着，跟着程沁的2个哥哥后面，一行4人边走边聊着往程家武馆走去。云城的夜晚比白天要热闹很多，虽不如管城繁华。由于呢是一个城市的市区啊，也到处灯红酒绿。苏腾，等会儿你先跟我比试比试吧。我3兄妹都是跟着我爸学出来的，一样的招式路数，你要是能打赢我，挑战我大哥就有更大的胜算。我大哥比我早学几年，就是劲道够大，出手比我更快一点。他教的学生都是很厉害的那种了，我教的就还是小朋友，没办法，我还年轻，还没有我大哥那样的名气。那在云城武术界，他2个哥哥的名气都是相当的大。苏腾说到那样的话，对你大哥来说不公平了呀。没事，我就直接和大哥比试比试，不管输赢我都能接受的，我学拳脚功夫。是为了强身健体以及自保的，不求名利。程沁笑道，你是做生意的，还需要什么名利啊？你在管城的商界就很有名了，在战少的婚礼上，我看到大家对你都是客客气气的，有些人对你的态度可以说是毕恭毕敬的，很害怕得罪你似的。他不是混职商界的人，不清楚苏氏在商界有多厉害，但他能通过别人对苏腾的态度，猜到苏家在管城商界的地位，连带的大家对我也是客客气气的。我感觉我抱到了一条很粗很粗的大腿。程沁说完就笑了，苏腾，我感觉你不只是你说的做生意这么简单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马甲没有铺出来的？没有，我就是苏腾，就是苏氏集团的当家人，是我苏家的大少爷，不过很多人喜欢叫我苏少主。我是我爸的接班人吗？大家便叫我苏少主了。我家是侦探发家的，现在依旧拥有庞大的关系网，打探消息的能力很强大，利用过我们家打探消息的本事，帮过不少人的忙，所以大家对我客客气气的哈。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很多隐私，我都知道，他们不就不敢得罪我，怕我会破了他们的隐私吧。苏腾后面几句话就说得很小声的，他笑着他们对我客客气气的，却也有可能恨我恨得牙痒痒的，视我为炸弹，生怕我哪一天爆炸了，把他们炸得粉身碎骨。他们若是有能力，可能会花重金去外地请些厉害的职业杀手来暗杀我呀，所以我也挺危险的，甚至会连累我身边的人。你看我在管城都很少跟朋友们明着来往的，我的行踪也比较保密，很多人觉得我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其实我是害怕被人暗杀了。那天晚上你也看到了，那些团伙出动了多少的飞车党呀，就是想把我绑走，然后干掉我的。幸好你路过救了我，否则我现在可能已经被暴尸荒野，或者被扔进大海喂鱼了。程沁这么危险吗？苏腾看他问道，怕吗？跟我来往密切的人，有时候有可能也会遭受无妄之灾的哦。例如他们无法拿我怎么样，就会想到拿我身边的人开刀。程沁说，他别人要是会拿你身边的人开刀，你就不会跟战少他们走得那么近了。我怕什么？在我的字典里就没有怕这个字，除非杀手有枪啊，否则他们未必能伤得到我。战少他们都是有身份的人，那些人自然不敢拿战少开刀。不过战少出门都有几个保镖贴身跟随的，不允许人近距离接近他，想暗杀他或者绑架他也不容易的，而且一般人也不想去招惹战奶奶，他老人家的人脉才厉害。等你和海童他们来往的次数多了，更加熟悉了，
你就会知道我这个圈子里的人，每一个都不简单的哈。大家族与大家族之间，大多数都是认识有来往的，有些还是盟友呢。程沁，如果有一天你会被我连累啊，你还会和我来往吗？会不会跟我一刀两断？程大哥扭头说道，当我家程沁是什么人？我妹妹早就把你当哥们朋友了，她待人很真诚的，真把你当成了哥们。朋友有难，她会两肋插刀，怎么可能会跟你一刀两断？不过前提是你不能干犯法的事儿，拖我们程沁下水，否则我们一家人不仅跟你断绝来往，还会把你揍一顿。程大哥又说，妹妹苏腾就是逗你玩的，你还相信了呀？他的处境真这么危险？但凡他有点良心的，都不会与我们来往了，怕连累我们，敢这么光明正大的跑到咱们家来吃饭，住在我们家，就说明他处境并不危险，除非他是个没有良心的人。但我看他这个人不是没有良心的。傍着苏腾喝到了酒，程大哥夸了苏腾两句，他停下来等苏腾进钱了，一把勾搭着苏腾的肩膀，笑道，苏腾，你会不会对我妹妹有意思呀？总觉得你对我妹妹说的那些话，是在提前给我妹妹打预防针似的。她是习武之人，有点大老粗，不代表她是笨蛋呀。哥，程沁叫了大哥一声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苏腾是我朋友，是我哥们。苏腾，你知道我妹妹24岁，却连恋爱都没有过的真正原因吗？20岁之前，她是打架大王，男孩子都不敢接近她，怕她那一身拳脚功夫。20岁后，你看她呀，都是把咱们男性当成哥们的。我妈操心她嫁不出去，也是有原因的。大哥，程沁做事就要一拳挥过去。明明是大哥和二哥说过的，我嫁不出去，你们俩养我一辈子，让我不用着急嫁人，我就不着急了。反正也没有遇到懂得欣赏我的男人，合不来的，我宁愿一辈子单着。也不将就。再说了，我才24岁，年轻的很，大哥32岁了，才该着急。你的同学们哪个没有1-2个孩子了？就你还单着，好意思说我？苏腾笑道，程沁很好呀，他是缘分未到，缘分到了，自然就会开窍。他要做的就是让程沁爱上他，不要把他当成哥们来看待。他的程沁没有恋爱经验吗？习惯性把身边的男人当成了哥们，我又不是不懂情爱，说的我好像白痴一样。程沁吐槽着哥哥，程大哥看了苏腾一眼，又看一眼，明显就是不懂情爱的妹妹。倒也没有挑明啊。不，刚才他都挑明了，说苏腾就是在给妹妹打预防针，但是妹妹的反应，着实让他担心呀，一点别样的反应都没有。大哥，等会儿你和苏腾比试，可得手下留情，别下重手。程沁提醒着大哥，那也是转移了话题吧。程大哥说到比试又不是拼命啊，放心吧，大哥会手下留情的。苏腾先向程大哥道谢，一行4人呢，很快就走回到了程家武馆。晚上还有教练在看着学生们练武，看到4人进来，众人都暂停下来，大家先休息休息，给我腾个场地吧，与这位苏总比试比试，也让大家看看高手过招的场景。程大哥笑着跟大家说道，众人立即腾场地。教练先是打量了苏腾一番，对程大哥说道，程教练，这位先生来自哪家武馆？居然一来就挑战他们武馆长的长子。要知道程大哥在武馆里的身手可以说得上是数1数2的了，他们这些教练没有一个是程大哥的对手。苏腾不是哪家武馆的人，他是你们程沁师妹的朋友，来自管城，因为会些拳脚功夫，想跟我过2招，也能从中学习学习。程大哥自信满满的，认为自己只要出手了，一定能打赢苏腾。不仅程大哥自信满满，在场的所有人听说苏腾要和程大哥比试，都是自信满满的。
认为苏腾在程大哥手里走不过3招，除非是程大哥礼让3招。那位教练笑笑，那让我们大家欣赏一下程教练和苏先生的比试了。程大哥对苏腾说道：“苏腾，走，我们先去换一身衣服，穿着这样的衣服，施展不起来，很容易把衣服都毁了。”苏腾笑着跟程大哥去换衣服了。2个人走开后，程二哥立即对大家说道：“来，咱们赌一场，赌谁输谁赢，我先压住我大哥。”说着，他将身上的所有钱都掏出来抖了抖。众人笑道：“程二哥，谁都知道压注在程教练身上呀，那有谁会压在苏先生那里？”程庆说：“二哥，你又让大家下注，让爸知道了，没收你这2个月的零花钱。你可别找我和大哥哭穷哈，我们的工资可不给你花呢。”程二哥笑道：“给大家增添一点乐趣嘛。”程庆，你要不要下注啊？大家都选了大哥，我就选苏腾吧。程庆说着，从裤兜里掏出了随身带着的现金，数了数后说道：“我现金不多，就866块5毛，你们愿意跟我一起赌的，就赌一场吧。苏腾输了，我这800多块钱就给大家买宵夜吃；苏腾赢了，你们的钱就都给我了。”程庆就是不想让苏腾太难看，在场的人不用问都会下注到大哥身上的。苏腾一个远道而来的，谁都不知道他身手如何，但看他斯斯文文的。程大哥刚才又称呼他为苏总，让大家猜到他的身边就是一位公司的老总。这样的人就算会点拳脚功夫，也仅是几招3脚猫功夫，怎么可能打得赢程家未来的馆长？在场的几个教练都将他们身上带着的所有现金全都掏出来，压在了程大哥这一边。那些学生们虽说不是小孩子们，却也只是10几岁的半大小子，身上并没有多少钱，也就你10块，我20块的，这样加入了赌注。我跟着沁姐压在苏先生身上。有位学生捏着100元，想了想后，却将钱递给了程沁，对程沁说道：“沁姐，我和你一起压在苏先生这里，要是苏先生侥幸赢了，咱俩就发了。”因为大家都压注在程教练身上，那一笔钱对于他这个未成年人来说还是很多很多的。要是苏先生赢了，他就可以和沁姐分那笔钱，大赚呀。程沁笑着接过他递来的那100块钱，笑道：“你不怕输掉了你的本金，连宵夜都没有的吃吗？不过苏先生要是赢了，我就和你平分那一堆的钱，咱俩吃一顿好的宵夜。”那少年憨憨的笑，我想着有时候总会有点意外的，说不定苏先生是一匹黑马呢。听了少年的话，程沁拍了他的肩膀一下，夸赞着他有想法有胆量。等会儿苏先生出来，我们俩大声的给他喊加油，咱们人少，但不能输了气场。少年笑道：“那是自然的呀。”然后他很自然的就和程沁站在一起。那些下注赌程大哥赢的人，则是站在一边，个个都在笑程沁2个人要输定了。等到程大哥和苏腾换好衣服出来，看到大家分开站着，苏腾还有点不解。程大哥习惯的道：“不用问，肯定是我弟弟又让大家打赌了。赌咱俩谁输谁赢的。”他扫了一眼弟弟那边的队伍，然后看向了妹妹和唯一选择压注在苏腾身上的学生，笑问：“你们俩有多少钱呀？输了够给他们吃一顿宵夜吗？”程沁说：“大哥，要不你自己也下个注。”“我下什么注？我给我自己下注。你们俩说不定就会改变主意，给苏腾下注，他们也全都会反悔，认为我会故意输给苏腾，让自己赢钱的。”程大哥觉得自己是赢定了苏腾的，从他名声在外后，也不少同行的人过来挑战他，每次都是被他打败。妹妹是说苏腾出手敏捷，是个真正的练家子，毕竟没有看到过苏腾出手，再加上苏腾就是富家子弟，哪怕会些功夫，
肯定不及他这种打小就习武的人，所以程大哥压根就没有想过自己会输的这个问题。苏腾笑着问程二哥：“二哥，你们一共下了多少注？金额多大？”程二哥早就数过了，他答道：“也不多，一共也就5000多块钱，学生们的钱不多，就凑个热闹，就主要是我和几位教练的钱。”他又对自家大哥说道：“大哥，你可得加油，你弟弟我将我身上所有现金都掏出来了，一共3000多呢，你要是输了，在发工资之前我都得喝西北风。不过苏先生远道而来，是客人，大哥也要礼让苏先生3招才行。”程二哥和大哥一样自信，认为自己必定赢定了。虽说妹妹那一边的赌注金额太少，一共才900多块钱，也好过没有啊。苏腾笑道：“那倒不用啊，我和程大哥就是比试比试，点到为止，不用拼命，无需程大哥礼让我3招。程庆，你们俩压了多少的赌注？”程庆摊开了手心，手上就是900多块钱。他也笑道：“诺，就这么多，我身上的全部现金了，还有文洛的100块钱。苏腾，你可得使出所有的真本事，争取打赢我大哥，呵呵，让我和文洛赢一回。每次有人来挑战我大哥，大家都是压我大哥赢，一点都不好玩，也没有半点惊喜。你就给我们一个惊喜吧，你要是打赢了我大哥，你在云城出差的这段时间里，我天天给你做好吃的，把你喂胖几斤回去。”苏腾笑道：“你这样的许诺，我都不知道要不要好，胖了不好看呀，就胖几斤不明显的，你这么高大，胖上几斤真的看不出来。再说了，你现在有点偏瘦，添上几斤重，就是标准的男模身材了。保管你回到管城迷倒一般的女孩子，想嫁你的女孩子能排成长龙。”就苏腾笑听着挺不错的样子，我尽力吧。说着，他掏出自己的钱包，从钱包里拿出了他的所有现金，走到程二哥的面前，笑着将钱递给程二哥，说道：“二哥，我也压大哥这里。”程二哥笑道：“苏腾，你对自己都没有信心吗？”嘴上笑着，手上的动作可快了，拿过了苏腾的钱，目测有好几千块钱呢。苏腾答道：“我是觉得你们的赌注太少了，程庆赢了也就几千块钱，我再加点便破万了。程庆他们赢了才爽，一下子赢得过万元，能让程庆开心的跳起来。”苏腾知道这丫头没有多少存款的，上次他带孩子们去管城参加比赛，住在管城大酒店就花了他不少的钱。他说过的，他每个月的收入，除了他的所有花销之外，余下的钱并不多。程家倒是不缺钱，不过程馆长夫妻俩教育孩子，说家里的钱都是父母挣的，是父母的钱，不是他们的钱，他们想要钱就得靠自己努力赚。程庆兄妹3人还真的没有想过继承或者瓜分家里的钱。苏腾的话让程二哥哑了哑，好一会儿，程二哥笑道：“我怎么有一种吃了狗粮的感觉？程庆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可不能让我的救命恩人因为支持我而输钱。”程二哥说到嘴上说的多厉害，都赢不了这1万多块钱的。哎，你加油吧，我们可以帮你喊上几声加油的。来来来，大家让开，那让咱们的程教练和管城来的苏总比试比试，只是比试可不能伤人哈。苏腾下场，他向程大哥抱抱拳，对程大哥说道：“程大哥，哎，等会儿啊，还望手下留情啊。”听了苏腾的话，众人都笑起来，就觉得苏腾都没有一点信心的样子。连文洛都碰了碰程庆，问着程庆庆姐：“那你押注给苏先生是对他很有信心吗？我在这里学5、6年了，还没有看到过能打败咱们程教练的人，想开开眼界的。”程庆答道：“我没有信心啊，就是觉得苏腾是我的朋友，没有人压他赢，他会很尴尬的，所以我就压他赢了。反正我带着的现金就这几百块钱，输了就输了，请大家吃一顿宵夜而已。”
又不是没有请过。程庆看他两眼，笑道：“你想后悔来不及了哈。你看他们都下场了。”文洛垮下了一张青涩的脸，说道：“没事，这钱本来就是我妈给我吃宵夜的，不过是1周的宵夜费，大不了每晚练完舞下课后不吃宵夜了。”程庆安慰他：“你也别太沮丧，说不定苏腾能赢呢，我看过他出手的，觉得他很厉害，可能跟你们馆长一个级别的，比我大哥厉害，想开点哈。”他们开始交手了，喊加油，给苏腾鼓励，大声地喊他加油。文洛一看两个人还真的交起手来，他立即抛下了沮丧，大声叫喊着：“苏先生加油，加油呀！为了我的宵夜钱，你加油加油！”把程教练打得落花流水的。程庆扑哧地笑了起来，苏腾也忍俊不住，避开了程大哥一招后，笑着回应文洛：“放心，就不会让你连宵夜都没得吃的。”程二哥一看苏腾出手从容不迫，不慌不乱的，没有占上风，但也不处于下风。他大哥每次出手都如同一拳打在棉花上一样，顿时就觉得不妙了，当即就对他的队友们说道：“你们怎么一个个像哑了似的，喊加油呀！虽说你们庆姐的赌注不多，赢过来也够咱们吃一顿宵夜呀。”于是那些10几岁的毛头小子们就开始大声叫喊着：“程教练加油！”将苏先生打得落花流水，满地找牙的。苏先生，你加油加油呀！那文洛不甘示弱，大声叫喊着。无奈呢，他和庆姐就2个人，程二哥那边呢却有20几个人呢。他喊加油喊的声音都要哑了，也比不过人家那边随便喊2声加起来的声音大呀。程庆拿来了一瓶水递给文洛，笑道：“咱们喝瓶水再继续喊。”真没想到苏腾拳脚功夫这么厉害呀，应付着我大哥游刃有余的。文洛边喝着水边问着庆姐：“咱们有胜算的机会吗？”程庆说到现在看不出来，2个人看着不分伯仲的样子。如果苏腾能赢，也是险胜吧，只要赢了就是赢了，这管他是险胜还是不险胜呢？少年一想到自己有机会和庆姐平分1万多块钱，喝完一瓶水后，他觉得他还能再喊上好一会儿的。他冲着苏腾大声叫喊着：“苏先生，你加油，打赢了程教练，我叫你姐夫，我叫庆姐做姐的，你赢了我就叫你姐夫了。”程庆一口水喷出，这孩子鬼叫什么？